我还能跟媳妇过去吗？那大夫说没问题，一样。我说那不影响性生活，行，做了呗，不挺好吗？七旬老翁为了让软件硬化，于是来到医院做手术，结果在手术途中却遭遇拆弹，一夜间让老翁变成老娘，永远失去了和妻子的幸福生活。老翁气急败坏，直言一个尿频手术为何要切走自己的双黄蛋？然而院方却声称是他的子女要求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眼前刚刚失去孪生兄弟的便是郭大爷，他表示自己今年73岁了，因为退休金比较可观，前不久就迎娶了一名比自己小20岁的年轻妻子，但因为年事已高，某些部位也像他一样退休了。郭大爷不甘心这样软弱下去，他担心有朝一日好不容易娶到的年轻妻子会因为自己的软弱从而离婚，于是他便来到医院，打算重振以往的雄风。然而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医生表示郭大爷已经不是软弱问题这么简单了，而是患上了前列腺癌。好在这种癌症并不致命，只需要通过手术切除即可。而在这紧要关头，郭大爷还是不忘初心。我还能跟媳妇过去吗？那大夫说没问题，一样。问3遍还说一样，我说那不影响性生活，行，做了呗，不挺好吗？就这样，郭大爷蹦蹦跳跳的进了手术室。在手术途中，郭大爷还做了一个美梦，他梦见自己和妻子在热炕头上体验着久违的幸福生活。很快手术顺利完成，郭大爷苏醒后兴奋地问询医生，自己能不能马上出院。他已经按耐不住和妻子见面，让刚刚做的美梦变成现实。然而医生却泼了他一身冷水，表示作案工具已经被他们没收了，劝郭大爷不要白日做梦了。郭大爷闻言立即坐了起来，结果发现曾经的炮车如今只剩下了炮筒，这让郭大爷险些被吓晕。你这不坑了我了吗？我这懒娃又没病，你手术懒娃干啥呢？我就哭了，我说我这小媳妇真年轻。郭大爷表示自己妻子还正值年轻，他梦寐以求，都想和妻子缠缠绵绵，没想到一夜间他就变成了光杆司令。而让他更加崩溃的是，就连上厕所也需要蹲着小便，因为站着小便难免会呲到鞋上。就蹲着尿行，像女的似的蹲着尿行，尿不到裤子。你说这人活着干啥？越想越崩溃的郭大爷不顾伤口传来的疼痛，开始蹦着高的在医院大吵大闹，要求医生把拿走的东西物归原主，不管用什么方式也要给他重新装上去。然而医生果断拒绝，表示自己手术合法合规，随即就掏出一份手术同意书。郭大爷定睛一看，只感觉眼前一黑，差点驾鹤西游，因为签字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儿女。那么儿女为何要这样做呢？我还能跟媳妇过去吗？那大夫说没问题，一样。我说那不影响性生活，行，做了呗，不挺好吗？大爷只因做了一场手术，就和妻子从夫妻关系转变成了姐妹关系，因为他心爱的炮车2个轮胎都已被拆掉，只剩下了一杆炮筒。要知道他刚刚迎娶了一名比自己小20岁的美艳娇妻，眼瞅着手术结束后他就能扛着炮车上战场，结果现在却落到这番田地，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随即找到医生替自己的双胞胎兄弟鸣不平。可医生下面的一番话却把郭大爷气晕过去。那药方说这个当时子女也同意签字了，履行了程序。原来同意做手术的人是郭大爷的亲生子女。谈起为何这样做的原因，儿子事先表示他们都是为了父亲身体着想，毕竟父亲已经年过70旬，如果让他整日和继母搞爱情动作，那么父亲身体肯定吃不消，他可不希望父亲因为劳累过度从而抛下他们这些子女驾鹤西游，毕竟想要斩草就要事先除根。于是他们便趁着父亲做前列腺手术前就告知医生，他们愿意无条件捐赠父亲的双黄蛋，而且父亲也已经同意了。事后子女纷纷在手术单上签字，就这样郭大爷变成了郭大娘，嗓音也不受控制，变成了夹子音。原本站着就能上厕所的他，如今却只能蹲着上厕所。最主要的是，他再也不能和年轻妻子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他的爱人年龄要比他小近20多岁啊，所以说他就说，你看那个这个还能跟我过了吗？这以后还能对我好了吗？这个早晚得跟人跑了。郭大爷认为自己并没有授权子女签字，医院就给他做了切除手术。他认为是医院的不负责，让自己失去了做男人的机会，于是便将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对自己做出人身赔偿。法官认为医院确实存在失职行为，所以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对郭大爷做出7万2的赔偿。可拿到钱的郭大爷却依旧闷闷不乐，他深知这笔钱是自己双胞胎兄弟用命换来的。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我们下期再见。